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长期以来，过量饮食、饮酒以及缺乏运动的人群中，许多人的身体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肝脏也已经处于肥胖状态。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因此我们必须尽快改善。然而，对于过去经常饮酒的人，突然要求他们减少饮酒量，可能并不容易。同样，对于不经常运动的人，想要养成散步的习惯，可能更加困难。很多人都明白饮食、运动和睡眠的重要性，但是却往往做不到。在这里，我将向您介绍一种可以立即实践的方法，那就是12小时进食。对于那些无法进行16小时进食的人来说，12小时进食也可以大大减少炎症。今天我将介绍浅布深义所著的《如果想要长寿，就要提高肝功能》这本书。视频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即使是12小时进食，也可以显著减少炎症，让身体从内部迅速变得年轻。第二，在进行12小时进食时，绝对不能碰的诱人食物。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即使是12小时进食，也可以显著减少炎症，让身体从内部迅速变得年轻开始解释。容易感到疲劳、难以缓解的人，以及担心体重增加和酗酒的人，即使是认为自己生活方式很不健康，但却没有感觉到身体不适的人，我强烈建议你们观看整个视频。您的肝脏可能在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已经发出了求救信号。肝脏是我们人体保持健康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器官，但即使它出现问题，也不会出现明显的自觉症状。因此，即使你有着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没有感觉到身体不适，认为自己身体很健康，所以就认为一切都没问题。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首先要记住这一点，在您觉得安心的时候，肝脏的情况已经在不断恶化。这就是肝脏的特点。肝脏是一个非常能够接受忍耐的器官，它会一直默默地工作，直到临界时刻为止，就像一名在黑心企业顽强工作的员工一样，长时间超负荷工作，突然什么时间会随时倒下一样。您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肝脏有什么不适，但在某个时刻，您的肝脏突然开始发出求救信号。当肝脏开始发出求救信号时，往往已经陷入了末期状况，甚至有可能已经为时已晚。因此，保持肝脏健康非常重要，这是我们长寿的关键。我想说的是，一定要在您的肝脏开始发出求救信号之前开始关注它，给予它关怀。顺便提一下，作为生物，人类本来的寿命大约是40多岁。如果我突然谈到这个话题，大家可能会感到惊讶。但是到了40多岁是已经生下孩子，并抚养孩子到接近成年的年龄。作为生物，只是为了延续生命的话，没有必要活得比这个时间更长的必要了。然而，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医疗和文明高度发达的世界，我们可以超越我们作为生物的本来寿命，并且希望能够活得更久。随着环境的改变，人类原本最需要的东西反而变成了最负面的因素。那就是现在围绕着您肚子周围的脂肪。人类在以往的食物匮乏时代里，为了生存而储存了额外的营养，将其保存在脂肪中，以备不时之需。本来脂肪是一种安全可靠的储存物质，因此即使因摄入过多而导致炎症，到40多岁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然而如今，当人们在40多岁时发生炎症，可能会导致在50多岁时患上疾病，血管变得脆弱，癌症的发生都与炎症相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希望在40岁之后继续健康的生活，我们就必须有意识地控制炎症。在其他视频中，我们已经反复多次强调了抑制炎症的重要性，而在本书中也强调了抑制炎症对于保持健康的必要性。要抑制炎症，就必须清除内脏脂肪，这是绝对必要的。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在某处听说过内脏脂肪是危险的说法。内脏脂肪是指在人体内沉积的脂肪，主要环绕在肠、肝、肾、胰腺等内脏器官周围，特别是在肝脏中沉积脂肪的状态被称为脂肪肝。
尽管内脏脂肪在外观上不容易察觉，常被称为隐形肥胖，但它对健康有着重大影响。内脏脂肪的增加会增加患慢性炎症、代谢综合症、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风险。内脏脂肪释放出有害的脂肪酸和细胞因子等物质，会影响体内代谢和炎症反应。在现代的日本，据说每3个成年男性中就有1人，每5个成年女性中就有1人患有脂肪肝，而预备患脂肪肝的人约占总人口的1半，已经成为一种国民疾病。如果脂肪肝放任不管的话，将会进一步发展成更严重的状态。脂肪肝本身并不具有毒性，但引发的炎症可能导致各种疾病。过多的脂肪沉积导致炎症，附着在血管壁上，可能导致多种疾病。肝脏中的脂肪沉积可能不仅影响肝脏，还可能影响全身健康，导致严重疾病。然而，即使患上了脂肪肝，如果那些脂肪只是安静地存在着，没有引起发炎，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并非所有患有脂肪肝的人都会患上严重的疾病。目前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事先知道自己的脂肪肝是否是引起炎症的类型，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改善脂肪肝。另一个意外之处在于，脂肪肝的问题不在于脂肪堆积的数量，而是否引起了炎症。即使有些人脂肪堆积较多，也可能无需过于担心，但也有一些人即使脂肪堆积较少，却会因此而发生炎症，导致脂肪肝进一步恶化。换句话说，即使您看起来并没有严重的肥胖问题，也不能因此就放松警惕，因为即使脂肪堆积较少，也有可能引发炎症。我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点。再次强调，肝脏是极为坚韧的器官，只有在末期阶段才会发出警告信号，尽早改善脂肪肝的状态至关重要。在这本书中，推荐的减少肝脏脂肪的最佳方法是进行12小时禁食。当然，运动、调整饮食和限制饮酒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许多人虽然理解这些，却无法实践。因此，作者特别推荐12小时禁食作为一种立即可行的方法。通过禁食，脂肪将会被消耗。当体重减轻时，肝脏的炎症状况也会得到改善，这已经得到了明确的证据支持。例如，如果体重减轻了7%，肝细胞中的脂肪就会减少，从而改善脂肪肝。而如果能减轻体重10%，肝脏肥胖的状况也会改善。然而，许多人对于禁食或间歇性禁食有一种苦涩的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请放心，这本书介绍的12小时禁食有所不同。12小时内什么也不吃，每周进行1次也可以。在感到饥饿时，也可以吃一些大豆，只需遵循这3点原则，非常简单。除了禁食外，在进行12小时禁食之外的时间里，作者建议可以自由进食，甚至可以喝酒。此外，这12小时中包含睡眠时间，所以如果您通常在早上6点吃早餐，那么您需要在晚上6点之前吃完晚餐。或者如果您晚上通常吃晚餐，那么您可以跳过早餐，或者在工作或家务繁忙时不吃午餐也可以。这种做法也是完全符合要求的进食方式。在12小时禁食期间，您可以自由饮水，但最好选择0卡路里的水或茶等饮料。如果实在受不了，作者建议在适应期间也可以使用含有人工甜味剂的饮料。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12小时禁食看起来不太严格，但实际上非常有效。作者认为，正是因为它相对宽松，才更为可取。无论健康法还是减肥方法有多美妙，如果无法持续下去，那就毫无意义。要成为最有效的健康法，意识到持续性的重要性，并将其自然地转化为习惯是至关重要的。过于严苛的禁食等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本书将12小时禁食称为12小时肝脏减肥。在这种12小时肝脏减肥中，已经发现了各种效果。当尝试进行12小时禁食时，
每天只吃2餐就会自然而然地减少糖的摄入量，因为糖的摄入过多是导致脂肪肝的原因之一。作者建议每周实践一次12小时肝脏减肥，通过进食时间的充分错开，血液中的糖含量也会下降，同时也能让肝脏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每天都在进行3餐，肝脏就没有休息的机会。这是因为为何肝脏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消化食物？您可能只是随便吃着美味佳肴，但是肝脏在您吃完后要工作好几个小时才能处理完毕。所以即使每周只有进行一次12小时肝脏减肥，也可以让肝脏有休息的机会。通过进行12小时肝脏减肥，延长空腹时间，体内的酮体会增加。酮体是在身体使用脂肪时产生的物质，也是能量的来源。通过燃烧脂肪产生的酮体，可以保护神经细胞免受炎症和活性氧的伤害。炎症会降低肝脏等器官的功能，甚至导致疾病的发生。同时，活性氧被称为身体的铁锈，会导致细胞老化，从而引发各种功能下降和疾病。通过制造有助于抵御有害炎症和活性氧的酮体，12小时肝脏减肥是值得推荐的。大家是否经常听到过自噬这个词？自噬是一种神奇的机制，可以使老的细胞变成新的。当空腹时间变长，不再有营养输入时，身体会从体内积极寻找能源，以维持生存。它会不顾一切地利用体内已有的物质来产生能量。在寻找可利用之物时，会发现可以收集和分解细胞内受损或老化的蛋白质，并将它们转化为能量。这一过程使人们意识到一种奇妙的机制，可以更新老化的细胞。在此过程中，细胞内的老化线粒体也会被分解以提供能量，然后再次生成。这就是所谓的自噬。在有足够营养的情况下，自噬的活动并不频繁。毕竟，如果已经有其他选择来获得能量，身体就不需要依赖自噬。确保有足够的空腹时间是发挥自噬作用的关键，有时甚至需要创造饥饿状态。最新研究也报告了自噬受到抑制会导致脂肪肝的情况。相反，当自噬发生时，肝脏在细胞水平上会得到复苏，自噬甚至在饭后12小时也会被激活。因此，通过12小时进食也可以实现自噬的效果。从自噬的角度来看，为了充分发挥其作用，理想的断食时间应为16小时。因此，一旦适应了12小时肝脏减肥，偶尔延长到16小时也是个好主意。当然，这不是强求。已经证实，进行12小时进食已足以减少肝脏脂肪。即使逐渐适应后，如果感觉可以尝试，偶尔挑战16小时进食也是可以的。只要保持宽松的心态，通过12小时进食，我们还能改善肠道环境。进行12小时进食后，人们最初会感受到肠道功能的改善，如缓解便秘或腹泻，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导致肠道功能下降的原因正是摄入过多的食物。因此，作者建议每周进行一次12小时进食。12小时肝脏减肥可谓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健康方法，它不仅有助于全身健康和长寿，还可以改善肠道环境。让我们共同养成12小时肝脏减肥的习惯吧。如果您是从未尝试过进食的初学者，最好从每周1次开始，然后如果感觉可以，就逐渐增加尝试的次数。此外，当感到饥饿时，吃些大豆作为应急食物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少量未调味的大豆在饥饿时能够很好的发挥作用，一些稍微调味的大豆也可以，但如果太美味，可能会增加食欲，所以最好选择未调味的。为什么在进行12小时进食时吃大豆是个好主意呢？原因有3个。首先，大豆具有出色的饱腹感，可以缓解饥饿感。由于需要充分咀嚼，大豆会增加饱腹感。其次，大豆是植物蛋白的代表，在减肥过程中，保持肌肉而不只是减少脂肪是至关重要的。而摄入足够的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只需补充蛋白质就足够了，但作者认为应该选择从自然食物中摄取蛋白质，而不是依赖加工过的蛋白质补充剂。另一个原因是大豆是植物蛋白质，有助于减少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动物蛋白质相比，植物蛋白质更理想，因为它有助于减少肝脏脂肪。综上所述，为什么不尝试在感到饥饿时吃些大豆呢？随着适应程度的提高，您可以在12小时进食之外的时间积极地摄入大豆或大豆制品。此外，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我想要分享给大家。建议在进行12小时或16小时进食时喝黑咖啡，因为黑咖啡本身就对健康有益。咖啡的苦味和香气也可能暂时抑制食欲。当然，咖啡对抑制食欲的效果因人而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如果发现喝咖啡后食欲减少，那么绝对值得一试。即使咖啡对您的食欲没有明显影响，但它对肝脏和健康仍然有益，也是值得推荐的。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在进行12小时进食时，绝对不能碰的诱人食物。在前面我介绍了采用12小时进食来减少肝脏脂肪，同时提到了在非断食时间基本上可以吃任何东西。当然，如果不习惯，最好事先设定好12小时的空腹时间。美味的饮食确实能让我们感到快乐，所以有时候可能是必要的。我们并不一定要过分强调健康并过于苛刻的生活，我认为最好从轻松的方式开始。但是随着逐渐适应了12小时进食之后，我希望您能够再关注一下饮食的内容。现代社会充满了大量美味的饮食，如果一直沉迷于这些美味的饮食，可能会破坏12小时进食的效果，就像摧毁了肝脏这个优秀的毒素清除装置一样。在12小时进食基础上，通过注意饮食，您的肝脏将迅速恢复活力。不仅是肝脏，其他器官也会变得更加健康，您也会逐渐变得更加健康和年轻。接下来，我想详细介绍一些不推荐摄入的饮食。脂肪肝是一种在肝脏细胞中积累脂肪的疾病。由于疾病名称中包含脂肪一词，很多人认为它是由摄入过多的肉类脂肪或油脂引起的，因此很多人可能认为减少脂肪和油脂摄入就可以预防和改善脂肪肝。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在食用肉类和含油食物中，能够到达肝脏的脂肪只占总脂肪的约15%。换句话说，饮食中摄入的脂肪并不占很大比例。造成脂肪积累的主要原因是糖类。糖类存在于水果、蛋糕、米饭、面包和很多酒类中。若想改善脂肪肝问题，首先需控制糖类摄入量。摄入过多的糖类会导致脂肪肝，给正常的肝脏细胞带来压力，最终影响肝脏功能。请务必记住这一点。另外，摄入过量的糖类不仅会影响肝脏，还可能引发各种身体不适。相信大家已经有所意识。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受糖类影响最为严重的是肝脏。因此，为了保护肝脏，首要注意的就是控制糖类的摄入。很多人为了减少糖类的摄入，放弃了主食如米饭，但实际上，糖类隐藏在现代食品的各个角落。几乎所有市售的便当和加工食品中都含有糖类。调味料如酱油、番茄酱等也含有相当多的糖类，甚至一些被认为健康的食品，如酸奶和可可饮料，也可能含有大量糖类，需要格外小心。成年人每天所需的糖类摄入量被认为是170克，一碗白米饭大约含有50克糖类，所以如果每天吃3顿饭，很快就会超出标准。因此，为了保护肝脏，希望大家能更加关注糖类的摄入量。此外，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那就是酒精。大家都知道，过量饮酒会导致脂肪肝。爱喝酒的人往往在喝酒时也会摄取大量油炸食品或高糖食物，这会更加对肝脏造成伤害。因此，希望大家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尤其是爱喝酒的人。令人意外的是，作者认为并不一定需要完全戒酒。有些人主张
每周至少要有1天的休9日，但也有专家认为休9日并不是必要的，这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困惑，不知道哪种观点更正确。事实上，重要的不是休9日本身，而是整体酒精摄入量。如果经常大量饮酒，那么有时候安排1天不饮酒可能更好。但如果平时饮酒量很少，也许就不需要休9日了。与其坚持休9日，更为关键的是控制整体饮酒量。即使设置了休9日，若在休9日结束后仍然大量饮酒，那么这一举措就失去了意义。每个人的酒量都不同，但无论如何，为了不损害肝功能，都应该适量缓慢的饮酒，这一点必须牢记于心。适量指的是每日摄入纯酒精量不超过20克，相当于中瓶的1瓶啤酒、1盒清酒或2到3杯红酒。对于饮酒爱好者而言，这或许显得很少，但为了保护肝脏和身体健康，以及避免过度加速老化的发生，必须严格遵守这一适量标准。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糖类和酒精对肝脏的不良影响。接下来，我想简单介绍一些有助于促进肝脏功能的优质食材。提到对肝脏有益的食物，大家会想到什么呢？也许您曾听说在饮酒前喝鲜贝汤有益，这说法是否正确呢？从结论来看，确实是正确的。鲜贝富含类似于牛磺酸的营养素，可以增强肝细胞膜的强度，促进 ATP 的合成，使肝脏更加健康。此外，鲜贝还含有蛋氨酸和维生素 B12等必需氨基酸，也有助于肝脏功能。因此，作者建议以鲜贝汤的形式摄入。或许会有人问，鲜贝的补充剂如何呢？总的来说，使用鲜贝补充剂时需要谨慎。有些鲜贝补充剂中含有铁的成分，过量摄入铁会引起脂肪肝炎，因此需要特别注意。除非有必要，否则不要尝试补充剂，而应该选择生鲜食材的形式摄入鲜贝。为了保护肝脏健康，我还要推荐的是每天饮用2到3杯咖啡。每天饮用2到3杯咖啡可以预防脂肪肝和肝硬化，并减缓肝脏纤维化的进程。虽然机制尚不清楚，但据说咖啡有抑制肝细胞炎症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绿茶和红茶并没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咖啡独特的功效。当然，对咖啡的摄入量也要注意。但如果想要保护肝脏健康，每天饮用2到3杯咖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我想介绍的是一些对肝脏有益的食物。首先是植物性蛋白质，蛋白质对健康至关重要，这一点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事实上，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对肝脏造成损害。提到蛋白质，你会想到什么食物呢？是肉类、鱼类还是蛋类？当然，这些都是正确的答案。这些食物都富含蛋白质，但作者认为，与动物性蛋白质相比，现代人缺乏的是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建议大家注重摄入植物性蛋白质。那么，应该吃些什么来摄取植物性蛋白质呢？首先推荐的是豆类，特别是大豆。大豆不仅可以填饱肚子，还有助于消除空腹感。另外，低卡路里的大豆制品，如豆腐、纳豆和豆浆也是不错的选择。当然，除了植物性蛋白质外，均衡摄入动物性蛋白质也很重要。如果选择动物性蛋白质，作者更倾向于推荐鱼类而不是肉类，因为与肉类相比，鱼类中的油脂对健康更有益，所以作者建议多食用鱼类。曾经有人担心过食用鱼类可能增加患癌风险，但现在不必担心了。正常食用的鱼类所含有的2恶英含量很少，大家可以放心食用。希望大家能多多享用鱼类。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总的来说，所有的维生素对健康都至关重要，因此应该确保充分摄取。特别是对于肝功能下降的人来说，我认为积极摄入维生素 E 至关重要。实际上，对于患有脂肪肝的人来说，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维生素 E 补充剂。维生素 E 具有抑制炎症的作用，
可以减轻肝脏的炎症，对于脂肪肝患者来说非常有益。但对于正常人，除非有必要，否则不要轻易尝试维生素 E 的补充剂，应该优先通过饮食摄入维生素 E。杏仁、花生等坚果，以及煎鱼、鲳鱼等海鲜都富含维生素 E， 许多绿叶蔬菜中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通过食用这些食物，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肝脏健康。此外，每天也需要适量的摄取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是水溶性维生素，水溶性维生素在体内没有储存位置，超过身体所需量的部分会在摄取后的1到2小时内通过尿液排出，因此即使摄入稍多一些也不会成为问题，因为它们会很快排出体外。我们应该意识到，每天都要确保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以免不足。富含维生素 B 的食物包括猪肝、鱼类和贝类等，而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则包括青椒、西兰花、猕猴桃、草莓等。养成经常摄取这些食物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顺便提一下，大家可能曾经听说过肝功能不好的人应该多吃猪肝，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呢？总的来说，即使肝脏功能不佳，作者也认为没有必要特别努力去食用猪肝。当然，猪肝的营养价值很高是毋庸置疑的，但并没有什么营养素是只有肝脏才含有的。因此，如果不喜欢猪肝的话，也没有必要勉强食用。此外，我们也应该知道猪肝富含铁元素，因此对于缺铁的女性来说，食用猪肝是不错的选择。但对于铁元素摄入充足的人来说，摄入过多的铁元素可能会成为问题。摄入过多的铁元素可能导致体内发生炎症，特别是在肝脏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尤其是中年以上的男性、肥胖男性和更年期后的女性，应该注意避免铁元素的过量摄入。即使是非常喜欢吃猪肝的人，也应该避免食用过量。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